好，包括今天要來特別還要關心到，就是爭議長達1年的長江和記實業，我們上次討論了非常多，現在確定了出售的巴拿馬運河案出現了重大的新進展。趕快來看到這個進展呢，是來自於這個巴拿馬最高法院在1月29號正式的判下了這個判決哦。他說，香港長江和記實業旗下的巴拿馬運河公司呢，持有的運河兩端的港口合約是違憲的，而且契約是被判無效的。趕快來看到，這是來自於巴拿馬的海事管理局正式的宣布。他說，巴拿馬運河兩端港口將借由接下來由這個丹麥的航運巨頭馬士基集團來做接手。那針對於現在這個判決，我們來看到國務卿盧比歐怎麼說？他說，美方現在對於巴拿馬最高法院的這一項決議是感到非常的鼓舞的。所以節目一開始來特別請教馬老師怎麼看這一背後有沒有可能有川普的在幕後操刀？是不是存在什麼以台面下的一些大交易？好，這個川普在去年12月的這個國家安全戰略裡面，其實講得非常清楚，就是他的勢力範圍，他特別重視這個西半球，那主要就在拉丁美洲。那你也可以看到他對委內瑞拉的出手這些事情哦，還有包含對這個墨西哥的施壓哦，還有包含對一些中南美洲的一些國家相關作為，所以我覺得大家應該是歷歷在目。所以對於巴拿馬來講，因為川普上台以後曾經說，在1月的時候說要用武力的方式來奪回巴拿馬運河。事實上，在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從這個運河的開發到營運，有很長的時間，這個運河的確是在美國的手上的。那現在，因為美國的航運，它如果要到東亞，這是唯一大西洋跟太平洋連接最短的一條通道。那這條通道，美國自己的貨輪大概40%都要通過這個地方。可是這個經營權卻落在香港的公司手上。那過去其實美國對香港應該沒有太大意見，因為港英時期之後，它其實1997年雖然是已經回歸中國，但是在那個時候，它基本上香港還是大家願意信賴的一個對象。但是現在掌握在香港手上，等於掌握在中國手上。那它的關鍵是，這所有的戰略物資或軍用的物資，或者是這個貨輪裡面載什麼，其實這個管理者他會知道，所以這個資訊的控制上面，其實就造成美國很大的困擾。那後面有什麼交易？就是首先就是美國不希望域外大國把手伸進他的勢力範圍內，這個是可以肯定的。但除此之外，我覺得非常有趣的是，他給了丹麥的馬士奇公司。丹麥就是不久前這個格陵蘭的這個行政管理權的擁有者哦，所以我覺得川普的交易性格裡面，我看得出來好像有一點蛛絲馬跡，就是說，這個延約這件事情違憲，什麼時候不好去審理？偏偏在川普的任內，而且是在他宣布他非常在乎巴拿馬之後的事情。所以我覺得這兩件事情，美國在背後一定有施壓。那第二件事情是，這個經營權給的國家跟對象是一個美國想要跟他談判他領土土地的這個國家，所以我覺得這裡面有非常濃厚的交易的味道。以至於我會相信，這後面應該美國是有特別是川普有他一盤棋的這個盤算。好，是不是要交換的是格陵蘭呢？好，我們持續的來看。那回顧一下這個 PPC， 也就是巴拿馬港口公司，他們其實從1997年開始呢，就已經經營巴拿馬運河兩端的港口。那合約當時我們回顧一下這起事件，其實是在2021年延期25年的。那這一次判決就說了，延期25年是缺乏合法程序的，因此判它違憲。PPC 其實我們在去年已經討論過了這個議題，他將他的港口業務出售給了包括了貝萊德跟地中海航運為首的財團，當時有估一下它的估值可以高達200億美元，但是因為中國大陸的官方不希望港口經營權轉交給美商，所以受到阻礙。那我們也來看到說，怎麼樣可以判它違憲？到底有沒有這個法律上面的依據？像對於李嘉誠這一位長江和記實業的創辦人來說，到底是犧牲，還是有一種感覺它是一個解套？委員怎麼看？當然是賠錢犧牲了。但是注意到長和實業就是 PPC 的母公司，巴拿馬港口公司的母公司。那長和實業是不是李嘉誠的？不是。長和實業李嘉誠只有3成股權，另外3成股權是中國大陸的資金，還有3成股權是香港本地的資金，歐美資金只有1成。長和實業是這樣，所以這裡面現在賠掉這一筆錢，
被沒收了，它其實就是被沒收，被沒收了，賠到這一筆錢，少說有將近30億到50億美金，也就是說賠掉的錢，李嘉誠只賠1/3，另外中國大陸賠1/3，香港本地賠1/3，歐美只賠1成。談到這我就一肚氣，一肚氣啊！怎麼說一肚氣呢？今天被判違憲的理由是什麼？有外國政府勢力介入，這是違憲的理由。剛才為什麼由這個丹麥馬士基來經營呢？因為他不會受到丹麥政府的介入，他簽了協議，就是我不接受任何外國政府的介入，包括丹麥。這種任何一個國家把港口經營權讓別人經營，其條件就是不希望外國政府介入，純粹商業運作。我來解釋給大家聽不要把巴拿馬運河跟巴拿馬港口混在一起，這兩碼子事。你美國要收巴拿馬運河跟巴拿馬港口也沒什麼關係，因為巴拿馬運河東西兩端有很多港口，但比較重要的國際港口只有4個，東邊2個，西邊2個。結果這個李嘉誠的這個長和實業左右兩邊各一個，各經營一個，然後另外呢，在東邊有一個是誰經營？台灣的長榮集團。在西邊有一個是美國的 SSA Marine 公司在經營。換句話說，在這裡面經營裡面，為什麼美國人不會去懷疑長榮公司有外國政府介入勢力？因為他長榮公司做得很好，連蔡英文去巴拿馬訪問的時候，他的副總經理都不敢出來陪，就是這個道理。但今天這個李嘉誠想要把這個運河，包括其他40幾個港口，跟運河毫無關係，那就是一個集裝箱的轉運港口而已，要把它打包裹，整個怎麼樣？整個要賣給貝萊德、跟地中海航運、跟新加坡海外投資公司。這個時候突然間來一個香港大公報，是中國共產黨的黨媒，他說指控李嘉誠賣掉這個港口是民族罪人。是破壞"一帶一路"，是怎麼讓中國的戰略失誤？紅衛兵的帽子很會扣啊！你就擺明了是什麼？而且你是黨媒的身份，你就給人家一個理由，你是外國政府企圖干涉涉入。在很多大陸的一些網紅不得不罵他們一頓，這是無知害國。你要知道這個港口本身如果你純粹商業經營，他說因為我中國壯大了，因為我"一帶一路"所以才拿得到，狗屁亂講！為什麼？因為他是1997年1月份簽約的，跟你中國大陸什麼關係啊？中國大陸是1997年7月才接手香港跟你毫無關係，純粹一個商業運作然後我當時把這個大公報臭罵一頓，有人說你是李嘉誠的什麼誰誰誰，把報一報罵一頓，對，罵到了很多節目叫我評論就不敢叫我講這個事兒，所以你們這些無知的盲流大陸裡面這無知的小粉紅害死中國。現在以後中國人要去接手任何港口，那第一個你中國政府會不會介入？你不是去找麻煩嗎？你還搞什麼"一帶一路"除非那個政府跟你關係很好，如果那個政府不靠你吃不靠你喝，他隨時來打你臉，沒收就沒收。人家已經投了50億美金下去，像一個晚上沒收。那你國家跟你講說採取必要措施，不是我吐槽你，你最好什麼措施都沒有，你最好有。如果你連措施沒有的話，你中國政府的威望在哪裡？对，就整個被掃到顏面被掃到地上去了嘛。那為什麼大公報會這麼囂張？是不是北京有人想要借這個機會修理李嘉誠？可是你修理到2件事，你這樣無所謂，賠這點錢都是小事啊。中國大陸的資金都是散戶，香港資金也是散戶，歐美資金還是機構法人，然後更慘的在哪裡？剩下的你還敢去管其他的交易嗎？當時還拿出國家安全法令，還拿出了什麼香港合併法，我一看你們根本在鬼扯，然後我痛批他，很多人講你破防了，你猜破防，我說無知賣國是中國最大的問題，到了今天還有紅衛兵，就是大公報。你北京如果不處理大公報，你無法跟天下交代。因為香港它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是中國的寶上海不可能，深圳不可能，北京不可能。為什麼？因為外匯管制嘛。
所以香港可以有機會使中國變成金融強國。你們今天是自己拿刀子在砍自己，所以大公報非常可惡。好，那我們看到在大公報發了這個消息之後，中國大陸還有這一起案子的判決出來之後，中國大陸立刻也是做出了反制。那現在是2項的反制，到底有沒有辦法翻盤？等一下請小健長來帶我們看。第一個反制是說呢，長江和記實業起訴巴拿馬政府申請國際仲裁跟賠償，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反制措施則是這個中原海運通知了巴拿馬運河管理局，說他們接下來會取消12艘的貨輪到港計劃，損失金額每日造成巴拿馬大概是80萬美元的通行費，舰長怎麼看？我們來看到美軍是怎麼看這個巴拿馬運河的。其實美軍他要求他要能夠掌握全世界第14個重要的孔道。那这14個重要孔道呢，其實在美洲就這個巴拿馬運河。那這個巴拿馬運河它的真正的效果是什麼？也就是它在東部的這些軍艦是不是能夠適時的到達西岸，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如果我們來看，這個時間的話，如果從巴爾的摩出發，然後到達珍珠港的話，它其實需要22天。可是如果說它從聖地亞哥出發的話，只要6天就到達。所以這個如果說沒有這個巴拿馬運河，它要往南繞的話，那更可怕，這個時間更可怕。所以我們講到說巴拿馬運河這麼樣的重要，而且在之前我們所看到的國家安全戰略裡面，它特別提到了在具有戰略意義的地點，那個建立或者是那個擴大通道，這裡也就是巴拿馬的重要性，它也提供在這裡。但是我們不要忽略了這個川普他的心中最重要的還是錢吶。為什麼？因為我們來看巴拿馬運河其實是一個非常賺錢的港口。那而且呢，就是說大家要從太平洋到大西洋，或從大西洋到太平洋，其實都需要通過巴拿馬運河，大家排隊等啊。那我們講到說，2024年的話，運河的這個總利潤近50億美元，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那至於說中國大陸有沒有替代方案？其實早就出現替代方案了。第一個也就是我們講到的這個有關於前開港的部分。前開港其實它面對的，大家認為它面對的是美洲，不是，它面對的是亞洲。也就是說，我們從這裡可以看到，它在10到12天之內，它可以到亞洲的任何一個港口。那這一個也就是它受到了其他的遏制，也就是說，如果巴西要將未來它的大豆的穀物送去，那我們可以看到它必須要通過有關於南北鐵路，然後再轉運到東西鐵路。可是現在這個紅色的部分，也就是兩洋的鐵路，那能不能開成是一個問題。之前呢，我們鄭源老師已經說過了，這個以地緣的戰略來講的話，完全沒有這個機會，美國不會讓你做成這件事情的。所以我們就看到，慢慢的，在這個拉丁美洲西岸的國家就會越來越重要。那至於為什麼美國會這樣大家這樣下手呢？其實我們來看"一帶一路"的參與國，其實整個拉丁美洲除了少數國家，我們這邊有看到編號的，通通都是。那通通都是，這個也就是我們剛剛在看到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時候，他特別講到我固守西半球，而且他要讓中國以及俄羅斯他的所有的基礎建設通通趕出去，巴拿馬就是個開始。好，謝謝艦長。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